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神兽引路哦，神兽引路，新恋人抵达，新恋人抵达哈。其实我还蛮喜欢做新恋人抵达这个题目的哈，因为表示他的能量已经在逐步靠近你了。可是每一次后面翻起来都让人有点小失望哈，我们都只能抓到它已经抵达到你生活环境附近的能量了，可是它的主动性跟靠近跟告白能量，有的时候都少很多。我希望今天不要再出现，我尽量抓那一个已经对你有很多感觉或者驱动性的。那但是的确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差池哈，我们只抓到它靠近，可是你们甚至连认识都还没有认识到，有点可惜。希望今天不要这样，我们再让它更接近，好，抓的时间序再更靠近一点，好，但总归来说啦，能抓到新恋人已经抵达，都已经算是很好的消息了哈。似乎我们也不能太贪心。好了，好，那我们就一起乐观期待今天的题目吧哈。那三张牌，我想神兽你们已经选好了，或者心仪的选择。那选好，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来拜托今天的能量让再靠近一点哈，再吉祥一点，再吉祥一点。好，来我们一样哈，来捕捉一下最靠近的能量，现在的趋势啊，我们就不抓比较大方，我们来抓现在整个一个主轴流动哈。好，来，好，来我们先把第一张哦，它自己出来，它这里来。好，就这样。来，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先看看坏的消息哈，看看坏的消息。现在比较，本不是说完全坏的消息，就是比较偏弱偏小的消息，但是它会一针见血的看看这一次的状况如何哈。哦，这个人哈比较不算是显化你心里所想的那个人哈，他比较偏离，比较偏离哈。来，我看一下这里，直接看这个我等不及，要看一下这里哦。其实你们应该前面做朋友相处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然后基于这里还是有一点小小的能量，他在说，其实你们会慢慢的相处，然后走向适合你们的相处方法。这一组比较像是说需要蛮花时间去相处，建立出一个爱情的啦。它比较不像是一开始碰到的时候就会出现哦，就会出现那种很强的能量。它是后市看涨的，越来越好的哈。那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那一个丰富丰盛的感觉，其实就随之而来了。只是我觉得他也不像是偏向日久生情。其实我觉得你们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对彼此的喜欢就有，只是那一个冲劲哈，那个想要加速加快的那个心情，不太像年轻的时候。他比较发现有很多的精力，就只觉得要慢慢的培养下去就好了，不需要往下冲。这一组会特别有感这一件事情，两个人会有默契后，即便已经很喜欢对方，但是会比较着重在不急啦，我们就一点一点相处就好了。然后真的到了时机到了，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在一起。你们这组会这样，好，来，所以这里还没有可能要到下一组牌才看得出来他整个人现在在哪哈。哦，如果以他现在的位置来说，这里其实有偷偷透露一点哦，那这边也有透露一点。那其实引导他往你这边走来的能量是有开始逐步出现的。其实他现在做的很多选择哈，做的很多选择都其实有峰回路转的，慢慢在往与你相见的路径上了哈。只是以现在来说，他现在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他现在有遇到一些困难，有一些状况，他往你这边前进的速度减慢了，甚至是停滞了哈。那他还是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他不是为了要去见你而去，他是为了他的人生想要去的地方然后去。可是你这边的，可是从他遥望要往前的那个路径上，你在那个路径上就是了啦。那只是有点可惜哈，他现在又拖慢了一点时间，所以等下下一组牌翻的时候，可能他不太像是最近要出现的人哈。能量上现在停滞了。我跟你说，他现在比较像是说，他现在4个轮子哈，4个轮子往你这边走来本来就，可他现在可能有一个坏掉了哈，但在处理现在的现况什么的，还有3个轮子还在往前走，但是整个速度基本上已经接近先停驶的状态哈，没关系，我们再等他一下。
好，这两能量告诉我说，其实你们这一组不要急，你们等遇到之后你们的关系跟遇到之后，它是慢慢的向上，成为一个成熟的感情了哈。那这里在说，你们显化你们想要的爱情生活的速度不快，但是也在慢慢的显化出你们要的。你们在一起前，其实没有想的那么清楚，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要用什么样的生活，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慢慢的发现说，哦，这个是适合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让这个生活长成什么样子，处理成什么样子，这样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建立出来，然后就会有那个难以割舍的情感跟无法改变或是无法失去对方的那个情感，就会慢慢的出现了。所以这一组，我觉得从这两组能量来说，是一个慢慢稳定向上的能量了哈。所以重点在于遇见，遇见之后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遇见之后看起来有一种还不错的安全感跟确定性会随之而来哈。好，我看一下其他的东西，来，先把一些大的能量看一下哦。好。你们前期并不会立刻住在一起，你们会有蛮多的自己的空间哈。你们比较像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然后一起出去这样，你们还是会保留自己很大的空间在前期，然后慢慢的观察彼此，慢慢的相处，才觉得说，其实最后我们应该可以住在一起。你们最后会比较靠近，可是前面有蛮长的时间会从朋友、好朋友变成交心的朋友哈，然后慢慢进入可能会有到灵魂伴侣。其实你们变成灵魂伴侣，所以差不多就变成恋人的状态了。所以你们的相处需要有很多的一起经历过什么，一起经历过什么，然后慢慢的结合。它不太像日久生情。我刚刚说你们一开始就有喜欢的，可是喜欢彼此的一个感觉，可是两个人不知道有什么默契，就突然觉得说，反正彼此不会逃开，彼此不会逃走，彼此不会远离太远，那我慢慢的走下去就好了，慢慢的相处就好了，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安定、舒适的感觉安全的感觉，在遇到彼此之后那你说会不会有那个很强烈的激情，或是很炙热的爱？我觉得你们比较像是温温甜甜的小小的爱恋的那一种，然后每次都不断的像小水滴装满整个壶。那个对吧？我在讲葫芦水瓶，慢慢的装满，一点一滴都很扎实，一点一滴都很实在哈。所以情绪上也很稳定，相处上也很稳定哈。对未来也会有慢慢有一些新的计划，会慢慢会有，不会一次就好高骛远的想到非常大或远的没有，会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创造出来哈。所以这是一个基础会打得蛮好的一段关系每一步都打得还蛮好的。来，我看一下其他的讯号。好，先看一些，这里都讲一些比较后面的话，那我们就来直接看一下比较后面的讯息。对于这个牌，我再看一些讯号把这个讯号看多一点。的确跟我想的差不多。你慢慢的感情你看到这是两个强大的水能量但是慢慢的感情会越来越升华越来越你们两个之间的爱是会一直饱满的啦，可是它会越来越像对外分享博爱，两个人会一起去对这世界付出更多的爱了所以你们会发现你们两个自己的爱不足够满足你们内心所渴望那个感受爱的感觉，所以你们会分享出去，会去做义工会去帮助更多的人，赚更多的钱，会去更多的捐钱可能会照顾狗狗、猫猫，这样会捐钱给动物然后去当义工。你们会慢慢的内在的那个爱会形成到一种比较博爱的感觉，博爱的感觉。然后，爱情的爱，它很快就会转换成，也不会说很快啦，有一个速度。你们的炙热爱情的感觉，在确定关系之后，并没有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它很快就变成家人的爱、朋友的爱，然后再慢慢的变成世界的爱、博爱，对周遭的事物很有感觉你们两个人其实是充满水能量的爱的能量的人所以旁边的人都会感受到你们的幸福，加上你们会觉得不想要只拘泥在自己的幸福，会做更多的付出，所以你们的爱会慢慢的升阶，变得更高级所以我才说进入到一种博爱的感觉，你们的爱情的爱会有点澎湃。可是这里要讲一件事从这里出来都少一个东西你们的理智，你们都很浪漫，你们两个过得非常浪漫，把人生过得非常浪漫，到最后都博爱到那个部分都非常浪漫。可是你们对于一些务实的理智的东西就比较薄弱，所以要小心花钱你们可能会因为想要分享或是更多的爱给他人、给其他人太多你们两个后面要小心这个东西。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有你看，有你看，
所以记得哈，虽然对他人很好、很舒适，觉得也需要，你会忍不住哈，想要去帮助很多人事物，可记得够就好了。哦，你自己要留给你们两个要留给自己啊，因为你们两个，我觉得水能量是我难得看到一个太过爆发的了哈，太过爆发的还是要，你看果然是哈，你们果然是，你看这里都没有任何，我觉得高度理智的牌哈，你们就是一个浪漫爆棚的一组了哈。本来就已经是两个人遇到的时候还是哈，虽然这样子的一个浪漫爆棚的感觉，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更加升华、更加紧密，可是这边还是要提醒你们，为他人做太多了，哦，还是做太多了哈。但你觉得这样好，那 OK 啊。我只是觉得你们的理智能量去在乎你们务实的生活，哈，金钱各方面的那个调试调配有点失控，哈，水能量这部分都太爆满了哈。其实，在你们的空间里多出满溢出太多，溢出太多，所以我这边要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哈。好，这组还不错了哈。如果把刚刚的缺点去除掉的话，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组哈。但是有时候也要把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一起提升上去更好哦。好，我来看一下这里还有没有。好，其实这组我觉得是一个完善的牌，它只有这里比较可惜一点哈，就是现在它前来的速度算是偏慢的哈。现在停了，再等它一下，它应该再过来路径上，所以这一组应该是还没有遇见了哈。好，我们来看看后面是不是这样说的。来，好，来看一下哈，我要用什么牌来去做哦。好，等我一下。一样啦，我们还是用最原本的直觉力最强的那一组来看哈。好，一样，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他现在的近况，你们认识了吗？在什么的哈？虽然上一组牌有说，其实他还在，他现在有很困难的事情正在来的路上。那如果即使是这样翻开了，我们也看看整个时间表是如何哈。这张，果然，目前，好吧。好，看一下哈。他可是这边说快到了，快到了。他现在的那个事情，他现在在处理那个事情，他现在军力事情减缓他的事情，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哦。有一些不错的好能量、风能量、变化性哈，一些随机性，一些意外的帮助有出现哈，所以他现在的状况已经处在一种快结束要重新来过的状况，他重新出发了哈。就像我们刚讲那个轮胎少一个，他可能已经换好，找到新的轮胎要换了哈。那整个爱情的能量现在已经慢慢的在你附近周旋了，盘旋了，快出现了。只是说这里星星牌逆位在告诉我们说，以现在来说，他现在还有一点方向感失常啦，就是他有点不太知道接下来直觉上接下来他的爱情在哪里，他感觉不到那个爱。有点方向感错，所以他必须要再重新整理一下他的，不管是人生还是什么，他必须要做一个新的决定，要往其他方向走。所以他现在可能也在面对某一些生活上、工作上的挑战的一个新的选择。他现在在烦恼着要不要做出一个新的选择了，所以他现在处在一种有点小迷茫的状态哈。虽然前面我们说他因为很多的峰回路转的偶然的选择，有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是，可是我觉得绕路绕了蛮多的。那还好，这边看得出来，他这里跟这里都有一些老朋友、老同学会帮助他、指点他哈，所以他慢慢的会被扶正，到比较对的路径上哈。然后以你的角度来说，其实你也看不到他，你也找不到他，然后因为其实你自己也有一些事情哦，分身乏术。其实你们两个现在对我看牌现在来讲说，爱情其实很靠近了，两个人爱情很靠近，可是你们两个都似乎没有那么能够专注于立即有爱情出现然后接住哈，所以现在以能量上的角度来说，不太适合让你们两个遇见哦，有一些零星的风，龙卷风在你们附近盘旋，所以你们彼此现在比较不好靠近哦。但是以比较远的路径来说，
会有一些朋友啊的约会啊、交际场合、认识新朋友的一个场合里面，很有可能在那个路径上你们会认识。哦，但是它还在后面，它不是最近。最近现在就是你们两个人能量正在调和中，哦，也不太看得到彼此了，也没有靠近的能量了哈。那但是已经很靠近了哈，从这边看起来都算很靠近，就是这里已经很靠近了，只是那个风力哈，那个指导力都不够强，好吧？所以现在就在附近盘旋，然后还没有很好的机会认识到彼此啊。好，有没有特别的好运气、好事情出现？这边说，目前没有看到，但是以时间表来说，时间上他说有渐渐变好，也就是说有渐渐靠近，有渐渐要遇到了，路径还是在走哈，还是有把你们推到要靠近的，可是可能只会到靠的最近，但目前还没有很确定说怎么认识的，哦，只有逐步靠近中啦，哈。但是我从这里跟这里一些小东西，有看到一些人际关系的连结，有看到一些人跟人的新的交流，人跟人的新的认识，哈，有这个讯息出来，所以大概路径上应该会在跟朋友出去认识新朋友的一个活动里面，哈，你们会被介绍，这组还蛮像会有所介绍的，哈，而且还蛮像有工作上面的介绍。所以你们的工作可能是能够互相帮助的哈，所以他工作上面是介绍跟推荐，然后才认识的，有这个一些小小的能量，这组哦能量都不强。如果你要我讲真正大的能量的话，只有两个，第一就是你们现在确实是有走在要相遇的路径上，比较像是说他正在走在那一个要去看到你的路径上。那第二个能量是他他现在的能量正在转好中，转好，所以他现在处在一个困惑点，也是因为他这个困惑点要结束，他就要转好。可是我这边看不到说转好是转好之后要干嘛啦，只是说他现在能量正在转好中。然后一些零星的小能量，就是说他旁边呢、他有一些贵人，或是你这边有一个老朋友的帮忙或什么的，有做一个其他故事线的牵线，会把你们两个牵在一起，会把你们两个牵在认识里。但是只有非常小的能量说是跟工作有关，没有非常强，但是有哈。所以大致上我们大概可以捕捉一点啦，就是说。可能你认识很久的老朋友、老同学哈，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把他介绍来，或是把他拉来，然后你们不小心介绍，反正会有一个把他拉来的哈一个路径上。那差不多那个时候也是他的能量转换成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你们遇到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他现在的困境，离开了他现在的淤泥，他已经转好了，比较好的状况。好，这组哈好坏风能量混在一起，不容易，路不通，路不是不通啦，不太通，有一点辗转哦，不是很直接，不是很直接，有很多助力，也有很多阻力同时出现。所以对我来说，现在整个能量状况不是一个很好的能量，所以也没有一个直通的路让你们立刻遇见。这样，你们的遇见比较像是说很复杂的峰回路转、人牵线什么的，然后认识了。他会在你们很靠近的时候，或是在一个同时都有被约定的一个餐会、聚会什么的，很靠近的时候，然后你们中间会有一个人会说：“哎，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这一个是我目前看到最快的速度。好，那还有两边的能量有在调和，但是都调和的不好哈，也是一个没有方向性的调和，不是为了要让你们爱情上这条路的遇见而做调和的，没有，他就一直在自己在调和一些。就是有一点像是台风过后哈，然后马路上有很多阻碍物，可是那个城市在分配打扫清洁的人没有一个方向感，大家都是看到什么东西就打扫，完全不知道哪里还有阻碍，哪里什么。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这样啊，所以对我来说算是一种混沌的状况。那你们的遇见需要某个人的直觉开窍，但那个直觉开窍也是随机的，所以我没有办法保证你们在最接近的时候就会认识了。好，这边能量是这样哦，有点乱。好，主要还是没有方向感啦。他也是误打误撞走到你附近的，走到你前面的。啊，看一下。
现在真的很远很远。哦啊真的，你们即使很靠近，也不一定会遇见的，不一定会看见的哦。那你们的灵魂哈，其实是直奔的彼此而来的哦，只是没想到有这么多哩哩喳喳的阻碍哈。哎，好，呃，现在来说，你们还在自己的世界里哈，你们的这两个世界还没有一个重叠性，还没有一个立即的连接啦，中间连接的网络都还是很乱的哈。那这边也没有看到近期有你们交谈的一个时刻都没有哈，只能说你们现在能量还是直冲的往彼此这边冲来啦。好，是灵魂上是这样，可是路径上却没有一个直通的路哈。哎，家人帮不上忙哈，你的好朋友帮不上忙，这件事没有。呃，搭桥的让你们认识的这一条路，现在毫无动静，毫无动静，没有启动哈。然后特别的事件点，在慢慢的生成中，也没有说已经有要让你们立刻看到。一样水能量连接的水能量也都还在。好，我这边先做一个小总结，我等一下再问为什么哈，因为我怕你听不懂现在讲什么。我现在跟你讲一个，我们分成灵魂跟身体这两件事。灵魂的话，你们是可以显化出你们想要遇见彼此，这个意志上可以。那以灵魂的角度来说，其实你们这一次的相遇，灵魂在发现彼此的方向的时候，其实内在有很多直觉跟意志都是往彼此身边冲来的，所以我才说你们很多的决定看起来像峰回路转，看起来是随意的决定，可是都是往彼此的相遇的路径上走嘛。刚刚前一组牌就有了，这边也说是的，而且速度比原本想的还快很多。那身体的部分就是，其实你们已经走到很靠近的位置了。所谓很靠近的位置，就是说你们应该已经有认识共同的朋友，你们甚至连工作的关系都还蛮靠近的。好，不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工作行业。基本上，如果能量是通的，你们早就应该认识了。好，会在朋友的约会或是工作之余的约会、约定、聚会就已经会认识。可是为什么都没有？因为整个能量很杂，就是你们中间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把你们两个不小心的支开了，在本来应该要遇见的场合。还有，两边的人际关系也是零碎的，两边的人互相认识也是没有很频率很高的交流，只是偶然，太多的偶然的认识都没有一个很扎实的。就是说，你这边的朋友圈跟他的朋友圈并没有很扎实的连接，中间没有一个很扎实的连接，都是只是简单认识这样，所以没有很靠近。那唯一靠近的一个契机点就是。中间可能会有一个人会觉醒，这个人你认识很久了，他会觉醒，他会突然想到说，想要把你们两个拉进去同一个聚会或什么都邀请你们去，这样，他就一个很奇怪的觉醒，很特别的觉醒之后，然后你们会在最靠近的范围里面会有初次的遇见。那回到第一组牌，我说这一组牌，我刚前面就已经说了，后面没有问题，重点是遇见，看来遇见真的很难。好，遇见变成是一个小小的阻碍，所以你们的遇见需要等待某些特别的事情发生。那特别的事情发生的牌说有在慢慢的要发生，但是这个要慢慢的发生，这个慢有点太慢。好，也算是一种没有计划性的，但是有，好像就是找到很好的土壤，知道要去种稻，可是种了，就像这里说的有那个事情。可是不知道怎么照顾，这样子有那个想法、那个念头，可是那个事情会发生，可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不知道那事情是好坏。好像有，但是好像又没有对你与你们的相遇有很强的影响力。好，总之啦，我们要期待一个很特别的巧合。那个巧合包含
那个把你们拉来认识的那个人的觉醒哦。哎，这一题哈，我觉得这里断掉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里断掉了。然后这里又没有找到答案，我其实翻了蛮多牌来去问到底怎么连接哦。然后这边是断掉的这样，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你们靠得很近哈，可是有一点点还找不到彼此，你们之间起了大雾了。所以要再看看时间的流动，看看会不会雾会消散，后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那现在最好的能量就是可能会有一个贵人出现，把你们两个拉近，这是我目前看到最好的路径了哈。来问一些比较定义的事情哈。哎，这组算我觉得难得遇到毫无头绪的牌哈。路径上的小石子好多。好，这边有一个比较正能量的讯号了哈。这边说，这整个路径上是有一个明确目标的，然后正在一一克服中。哈，这边是说正在一一克服中。哦，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雾是有，没错，是这一个暂时性的阻碍，但是正在一一克服中。这是能量的说法，能量的说法。那这边说你们的预见是一定要的啦哈，因为你们的预见是一个很强烈的精神跟物质的高度结合，所以你们一定要预见哈，你们会体会到这一次遇见的重要性跟珍贵，所以在灵魂的能量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好是你们往彼此之间冲来的啦，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们体会这一次的两个人的认识、交往、交流、结合哈，算是任务型的一种比较任务的意念已经先设定好了，所以如果以这2张炼金牌的解答来说，你们的预见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啦，哦，那只是现在我们处在比较难以解答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让人很烦恼，很不喜欢哦。来，再看看恶魔牌的看法哦。哎，哦，这里是吧？这里哦，有时候解到头昏脑胀，然后再做。好，这里确实说有意外的事，有特别的事情会发生。哈、哦，他说会有一个以负能量为起点的一个意外收获出现，然后这个意外收获确实会把你们两个拉近。好，但是为什么说负能量？因为那一个意外的事件，它可不是一个好事，它可能是有人发生了什么事是坏事的引力，让你们两个靠近。好，打个比方，可能你们共同认识的朋友突然生病了哈，然后你们两个都去探望他，然后遇见。这个是我形容的，但不一定是这件事。我的意思是说，所谓的负能量来成为一种巧遇跟不劳而获的遇见的这个诠释，我是这样说的，就是可能要从别人的灾祸里面创造出你们的好运气啦，啊，因为毕竟是恶魔牌嘛，所以他会这样子形容啊。再来，逐渐的会脱离现在的状况，好，因为现在的状况僵化了，而这张牌在讲说逐渐脱离现在的窘境、困境跟规则里，所以这状况是僵化的，所以他这边说已经逐渐在跳脱了，然后这边说逐渐在清除中了，所以也就是一样啦哈，正负能量都说是时间上的问题，那只好等待，再等一下，来。哦，半年，3个月到半年间，整个情况就好转了。啊，有2个蛮强的力量就进来了，介入值很强的2个能量就直接进来了。哦，能量是最大的那一区的，其中2个会进来介入，所以大概3个月到半年这些阻碍就没有了。所以你们大概3个月到半年中间清除完这个之后，你们的我说过你们很靠近嘛，好，那应该路就通了，可能也不需要贵人的介绍，你们该遇见的时候就会遇见哈。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要看之后的牌，如果再翻到一样的讯息，可能会解释那个时候的状况哈。那以现在来说，状况不是很好，只好等待一下，等待这个好的能量进来哈。哇，怎么算这组牌一直流鼻水，停不了哎。好，来看一下，2组都看，过去就不看了，我们看现在跟未来。好，被局限了，现在被局限了哦，没办法，现在被局限了，在等待。好，现况来，
未来，这里哈，这里，呃，这大好牌诶，后市看涨，后市看涨哦，逐步变好，只是节奏很慢，它有点像是加重好运气的皇后牌皇后牌加太阳牌，或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不再是火能量的太阳牌，它是土能量的太阳牌，循序渐进的变好所以好还蛮符合这张牌，这里也是这张牌这里跟这里都讲一样慢慢的要变好慢慢的变好中，所以在等待，现在这情况就只能等待了好吧，那大致上都翻完了所以就这样，有点可惜啦，它没有办法立即出现了但也没有非常远，你等待一下，好吧？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我们只好乐观的期待吧毕竟他也算真的抵达了这新恋人算真的抵达了，好吧？那就乐观的期待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2号，好，来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抵达来我们来看一下状况我们来希望这组不要有太多的被我预测到的新恋人虽然来到了身边，可是结果在最接近的附近，相遇困难重重，1号牌出现这个状况跟我一开始片头讲的差不多没关系，我们看2号牌情况会不会再好转希望这个能量不要延续来，好，来。好，我们就看这些来，好，很好。出现节制牌在核心的话，那就表示你们2个人能量的协调性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表示门要开了，遇见的门要开了因为调和好了嘛，核心到会我说已经都调和好了，所以阻碍也没有出现所以第2组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阻碍的状况。他现在讲的是现况所以这边我似乎也已经有一点点看到你们2个人的能量靠近，然后应该有交流、有接触了。这里算是有接触、有交流了。希望第2组牌不会往背道而驰因为有的时候他一背道而驰，我就忘记了第1组牌的能量是这么诉说的。出现节制牌在这个核心跟我今天的题目来说，我觉得就无话可说。希望旁边的牌都能够支援他的好能量来。还不错这边在说你们之间有一个安定的讯号，很强烈安定的讯号那你们的相遇其实是直挺挺的一条直路通往彼此见面的遇见的，而且很奇妙的是，还没有完全靠任何其他力量的指引，也没有靠你们的直觉。你们好像这次的遇见就是注定好的，要在整个人生的路径上，就是一定要遇见，一定要停靠他不会，他这组没有在你们迷失或是摇摆的时候，有特别一个能量来指引你们相见，没有。整个能量就是安安静静的走到彼此面前的所以这边也看得出来，你们的相处各方面的情绪各方面都算还蛮稳定的遇见之后应该是，所以以未来是过去能量来说，都已经有点安排好了。这组就是以一种很吻合的2个能量的遇见而且我看到有一种极尽的感觉，它似乎让我有一点点小担心，会不会你们从头至尾都一直没有非常爆发性的热恋或是很激昂的情绪，会不会都没有出现那没有关系，这个角度太远了，它是宏观的，它可能看不到那么细节的东西。我们把细节的东西不要再一点一点翻开来。他这边说，目前应该，还需要一个特别的事件，才让你们
确定彼此出现了。好，他这边有一个这个确定性，有一个事件要发生，那事情应该还没有发生。那回顾到前面来说的话，但是为你们准备的，还有你们自己身边的两股能量都已经准备好了，哦，准备好了，就差见到，所以这两个能量是有点相似的。这里如果这里不是出死神牌，可能出一些愚人牌，出太阳牌，哦，或是出教皇牌都可以，但就不要出死神牌。我就会认为说，其实你们已经遇见了，但是这边说没有，前排卡了一个东西，哦，有点像是最后一关，最后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为什么重要？因为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个人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能量是准备好了，但是他的本质上还没有准备好，他还差一个任务、一件事情去改善他内在的整个能量的结构，他需要再变更好，再让你遇见，或是你需要再更好才会遇见。你们要在一个对齐的，现在可能就差一点点角度，不是说不好啦，而是说不够完整。再等一下哈，好，所以这样看起来似乎还差一点点才会遇见哦。我们等一下看第二排的验证，看他怎么说啦。那这里我翻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牌我要看一下。好，我看一下。一次拉2张，我只有拉1张好吧，那有2张就2张。哦，我觉得他说他，他现在有一个状况，他需要提高更强悍的生存技能来去面对、去解决，可能应该是生活上跟工作上的吧。那这一关过了，他的内在跟他自我认同的价值，还有他人认同他的位置有很大的提升，看来是工作上的哦。所以他现在的状况，无心去寻找爱情，或是无心接触爱情，他必须要先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之后，他身上才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把最困难的烦恼解决掉。说他接下来才会在爱情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才能够清晰的体会，很清晰的看见。看来你这边是准备好了，是他那边还在有一些阻碍跟挑战中，所以没有意外的话，第二组牌会说，其实你们在附近盘旋，还没有真正的一个很强烈的接触哦，好，你们在爱情上面基本上你们是灵魂伴侣的能量，那确定关系之后，你们会有全新的计划，可能想要搬去就你们两个住在一起的地方，或是人生可能想转职反正你们两个遇见之后，刚好进到人生的全新的阶段，并不只是因为你们在一起，而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了，所以原本人生的计划会把它计算在2个人，所以会有所改变，有所挑战，难度也会有所提高但是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冒险心，所以你们2个的能量，我觉得算是1+1的2个能量当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种互相激励的心都是一个正向的发展啦。目前看起来你们一直存在着某种阶段性的成长，在2个人相遇之后，但是我觉得这其中包含了你们对彼此的期盼，有在偷偷的给彼此压力，所以虽然在这一个幸福的关系里面出现的时候，但你们还会希望能给对方更好，所以想要让自己在这更加进步，这是你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算是很有责任感的一组啦主要。所以有的时候正能量一直出现，它也不是一个完全轻松的事情它会增加你们的野心跟你们的视野，反而会需要做更多的事情。虽然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但是它
确实给了你们生活上的负担跟工作量或是劳累感也都增加，但是收获都不错。好，啊，这边又在讲一个阶段性的改变哈。我看就是因为你们确定关系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转换啦，所以有可能真的是换房子、换居所、换工作、换。可能你们两个原本是住在不同的城市，可能有人要为了某个人去搬到那个城市，这样。那从这种种的迹象，发现一件事有没有？你们进入爱情的速度似乎有点快哦。因为我这边没有看到一个慢吞吞的，先从朋友交往那个，这边比较多是当你们准备好一遇见之后，他这边准备好遇见之后，原本准备好的能量都在了哈，一遇见之后好像会立刻进入爱情的状况，然后就会进入一个决定两个人要认真在一起的改变。这组对我来说还蛮绝对浪漫的，为了在一起做出蛮大的改变哈，已经有3张牌说。当确定感情的时候，会有全新的面貌出现。有3张牌都这么说，所以看来你们投入爱情的力量还蛮强大的吼，改变了蛮多你们的现况哦。但是整个处理过程，你们两个都是非常平静的，很奇妙吧？它不是一个爱昏头了。进入热恋期，然后昏头的状况没有哦。你们的内在是非常平静的，好像是一种高度的理智决定说，好吧，我们就决定这样走下去。所以两个人是一种很负责的状态，去做出改变跟做出付出。好，来，我再看看。我竟然是反着翻，好，因为我一开始就先想翻这里，我没有要翻中间。好，果然哈，进入新的世界是你们两个非常严肃的决定，哦，不是莽撞的。好，哦，而且在这份决定之前，你们两个都还开了一次新的智慧，才决定好。这边也是哈，而且你们两个做出了这个要在一起的决定的时候，是有看到彼此能带给对方的一个高度的价值，才做下了这个决定的。好吧，看来这组一遇见就会进入很紧密的关系，而且会有彼此为对方付出蛮多的，一开始就有哦。所以看起来你们一开始就对彼此的感情跟那个感受确定，还蛮高度的确定哦。但是以一种常理跟平常我们遇见的状况是不太会这样，所以看得出来你们两个可能刚开始认识不到1个月吧，就有非常高度的认同跟确定就是这个人了。我把时间拉得比长一点点，1个月，但其实有可能再更快，可能几个礼拜就闪电的觉得我们现在两个人要腻在一起，决定很多重要的事情。这样，在别人看起来你们的速度似乎决定的太快，可是你们知道每分每秒都是你们在过，其实你们是有精打细算的，仔细考量过，严肃面对这件事情才做的决定。好，这边说的是这样。好。是两个很成熟的爱情状态的结合啦，哈。来，我们来看第2组牌怎么说哈。来，这组说还没遇见哈，还没认识哈，这里是这么说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组哈是我几个月来算过，我觉得品质最高的一组。所以品质最高的一组就是说，不是说你个人的说品质就这么高哦，而是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有互相连续的开窍跟启发对方哦。他那一种真实坦诚的感觉，有互相启发彼此，要往更好的状态前进哦，而且是有力量的哈。刚刚那一组牌很完善哈，很全面性，很完善，而且是个很成熟的能量哈。里面完全没有被爱情冲昏头的讯息，反而还多了非常多严肃的、理智的讯息，压抑着可能会爆发或是差点要爆发的昏头转向的讯息，全部都处在一种非常冷感的处理中。哦，看似是闪电结合，但其实内在能量非常平静，安安静静的，心如止水的哈，很奇妙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遇到对的人，反而
事情想得透彻，想得清楚。来，好，第一个，好，认识了吗？哈，这组牌跟前面的一样，本来快认识了，但是是你的命运之人，所以什么？减速了，慢下来了。本来已经设定好的好运要立刻见面的，突然有其他事情出现了，所以减速了啦，减速了。所以现在慢下来，还没到，所以就跟前面那组牌一样，等他一下哈，看目前的事情要处理一下。好，把它放完。我看一下啊，真的是结束了，还停滞了呢哈。那重新调整方向中，以能量的角度，现在它的位置起雾了，它现在重新找路中但是方向没有错，还是一样都是往，比如说往北走，都还是往北走啦，只是现在在找路，可能要绕路那除了有事情起雾了之外，风还不顺风还不顺。那真正比较快速的路径在比较偏远的事件里，所以拖慢了。现在真的是拖慢了那最靠近比较顺的路径，目前不知道为何整条路径都处在这种减速中，它有点像塞车，路是对了但是现在大家都减速了，现在你的路径上都减速，所以现在3条路都减速的，有加快的能量这边有加快的能量可是，但那个有加速的路径太多红绿灯了，太多岔路了，绕路了。那条路是通顺的，可是没人开，所以它是，可是以路径来说是绕远路开起来像是没阻碍，可是其实会花更多的时间，因为它绕远路了好，果然跟第一组牌一样还没遇到，本来要遇到了都准备好了。不过指引的讯号很强，你们不会迷路，不会迷失这个见面的时间拖慢了，但是本来可以拖更长，但是已经变少了，少很多了那原本还处在不知道是不是走错路的一种质疑，能量的角度为什么这么说？他就是有一点点觉得说奇怪了。怎么好像找不到这个人，找不到你？但其实不是，是其他的能量起雾了，让我们减速了这组跟第一组有点像，可是第一组是完全不知所措，只能把整个清除阻碍的能量依赖其他随机的好事发生。可是这组不是，这组只是起雾，没有东西挡着。还是直通你们遇见的那个路径，可是只是开不快。好，那有没有其他的随机的巧合来加速或是捷径让我们遇见？没有，目前完全堵塞，不太有幸运值幸运值也在降低中。那真正的好能量是有找到路了，有找到别的路了只是就像我刚说的。短的路现在减速，找到不减速的路，可以加速的路，可是是偏远的这边说了一次，这边说一次，所以加减就是比原本预期的时间要 delay 了啦就这样能量上涨说得上，所以你们原本应该要更早见到面的，再拖了一下时间好，这里我不知道，除了拖慢时间之外，还有发生一些小事情速度不会减慢，但是有一些阿杂的事情要发生那我不知道是你还是他就在这个等待期间有，但是会度过，但是会让人有点小厌烦所以在你遇见他之前，不知道是他会遇到一些小事情很烦，还是你会小事情很烦可是不管是谁遇到，都要放宽心一下那再来，
这段时间有一个很奇妙的小小的好事情，就是你跟他可能都有一个小桃花，他也有可能会让你们分心。好、这个分析的讯息比较像是说，其实当这路通了，你们已经到要遇见的状况。好，我就讲比较实在一点。可是你们正在跟别人谈小恋爱的时候，就不会发现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喽。好，也有这一种很特别的正能量的阻碍。好，也会发生，这一次会发生这样子，但就想说一下吧，就有一些小情小爱有可能会发生，好，有可能会发生。好，那来我们来翻其他的。然后好，奇怪，算上一组牌，所以这六边算这组牌就没有哈。果然算出非常强大阻碍的牌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会偏差。好了，看一下这里。好，把这里也翻一下，我一个一个看。灵魂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相遇哈。它第一次相遇，全新的生命力的相遇和灵魂，所以你们对彼此有很强的新鲜感哈。杂质不多，所以当你们两个在一起相遇的时候，应该很多事情都很鲜活、很全新的哈。很年轻、很年轻的两个灵魂能量的相遇哈。再来，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刚刚是不是跟你们说，即便拖慢了，可是方向感没有错，可是这边却说，真正拖慢的是选错方向，所以这里的讯息可能在说，目前他往你这边走来的路径上是绕远路的，所以他现在面对的事情，他现在面对的事情，哈，他可能选择了逃避或是简单的解决方式，这样。那这个简单的解决方式可能没有让他遇见他该遇见的人，而那个人可能是未来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的人，可是他选了其他的路，所以没有遇见了这个短路程该遇到的人。所以现在我觉得拟人化的说法来说，他现在正在绕远路来，所以比我们原本看到的起雾拖慢的时间来说又更慢了。那一条路对他现在的生活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比较轻巧的、比较不需要面对大压力的。可是那一条路以认识你的路径上来说，看来本来的人际关系圈的联系是断的，他会在别的路径上找到跟你联系的人事物啦，只是不在原本安排的那一个短路程里哈，我只能这么解释。反正这边最多只能告诉我说他绕远路了，好，但也代表我们刚前面说他有一个状况正在面对的那个应该已经解决了啊。好，那唉。解决了，解决了。然后他现在再重新搭船，那但因为是搭船，所以没有搭飞机快。那原本那一条路可能是搭飞机。好，我只能用这种生活化的方式来跟你形容了哈。你们之间会有一个让你们认识的好事情，有看到了，但不是最近，时间还蛮后面的。但是这个讯息是告诉我说，你们终究要认识，就是说有很多的选择，有快的，有中的，有拖长一点的。这三个路径如果都没有让你们遇见的话，但终究还有一个最后面的路径，最后一个选择已经有设定好的。那
终究要遇见，可是这可能是花的时间最长的哦。那为什么常常会有这样子？因为你们两个能量都一直在逐步靠近中啦。当越来越靠近的时候，选择就变多了嘛。只是每个故事线的发生，它就是会有比较快速认识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本来应该有一个你们共同会认识的人在这里，在这里，但我发现路径上他选这里了，没有往上走，这样，所以就没有在这里了。本来有的本来有的很强的土能量的这边都有但是这条路是比较难走的。就是说，他现在遇到的困难，他就挺身而出，或是他面对快速的解决、有效率的解决这样。但是内容会比较辛苦，他面对挑战比较多。可是他目前看起来，他没有走那一条路，因为那一条路会有一个贵人出现。其实他如果选比较难的路去走的话，那个贵人会出现帮忙他。那个贵人可能就是能让你们遇见的共同认识的人这样。那反正那一个人的出现很重要，因为他这边需要出现一个合作讯号，才能够把路径缩短，把你们遇见的时间缩短但他必须经历所谓的合作，可是看起来没有因为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没有。我其实，还在翻这些黑牌前，我就一直觉得他在走下面这一段绕远路，我觉得他就是会绕远路但只是比例上，我觉得他绕远路，可是实际上有没有绕远路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可能性非常大好，那我回到这里，你们性格上各方面其实没有很强烈的互补，反而你们的相遇各方面本质上能量上是带给彼此非常多的惊喜的，但是没有互补，所以你们工作上没有互补，生活上没有互补，都要重新学习学习怎么在一起各方面，可是都没有不好，很多地方都很契合很多地方都很契合，没有不好。再来你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有非常强烈的爱情能量就出现了，这边又说了一次有。好，那只是还是一样是冷感的，这边又说你们的爱情的基底还是建立在非常冷感的状态里，非常严肃的、非常高的审判、理智、确定，还是一样，这边有，这边也是这样说。而且这个基石是精致的打磨出来的，在你们的关系里，一点一滴确定的。同步率非常高，你们两个的同步率非常高性格上、做事情、价值观的同步率很高一遇到就非常同步，难怪第一组牌会用女祭司牌来做最核心的定义，那么平静，表示平衡感非常好。好啦，看来相处没有问题啦，那就遇见的时间拖慢了，大致上得到结论就这样。那，突然降速了啦，就在你们快要遇到前的时候，突然都降速了。好，我对这里很有意见。因为我觉得我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路径有贵人出现那个贵人确实把你们两个相遇的路径跟遇见的合理性说得最清楚，因为其他路径虽然绕远路，可是没有明确说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只有说会认识会遇到，可是这里才有比较明确的路径，说有一个要遇见的人我对这里有意见的意思是，明明这里才是好的能量路径，为什么不走那里？到底怎么了？我看一下，是这个，他被其他人影响了啦。他旁边有一些声音告诉他说不要挑战了，选轻松的，他被影响了。那再来还有一件事是，他可能现在要处理的事情不止一件。那如果都要处理的话，可能都处理的不好，所以干脆放弃比较难的那个路径了所以在理智上的选择，他有一点点
不得已啦，不得已。然后可能真的现在所遇到的困难什么太复杂了，他必须要快刀斩乱麻啊，所以他选了比较轻易解决各方面比较周全的，就不花心力去挑战上面了，所以可惜了哈。他原本要遇到了那个，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转念了哈。但是我觉得上面的路径比较好哦，而且他好像还蛮有点可能要最近可能要错过了一个蛮好的能量的出现哈。但未来会不会遇见呢？那不关这一题了啦，哦，不关这一题了。反正他在其他路径上还是会遇见了哈，只是绕路了。那这里没有为什么下面那一条路没有为什么会遇见的讯息，没有没有哈，靠朋友聚会、工作遇见没有，这边没有这讯息，所以这一题这里是断了。好，好，哦哦，下面这路径有好事发生哦。他虽然绕远路，可是他在这一条路径上有跟某些事情学到了一个新的智慧哈，他会有一个更强的提升。那这边会有一个更强的提升。那这边说，因为我是为下面这条路径翻了哈。这边这一章说的很明确，他说以命运的章节来说，他本来就会选下面。这边说的，他不首选上面，是这样吗？一张看一下，哦，果然，这边说这里对他来说是太难以应付的对比能量、二元性能量。就是说，如果它是水能量，那这一条路径就是要面对火能量。它是火能量，它就要面对水能量，是这样。不能说相克，可是就是不好应付的水能量。所以他的直觉上可能有发现啦，所以他没有选那一条路，算是对的哈。今天这边的解答是这样。那这边也说，命运的章节故事写好了，他就是会走下面这条路。所以你们的见面确实是在拖慢了哈。好啦，那这边没有说怎么遇见哈。那我应该会特别翻怎么遇见，因为我真的会好奇。但是我们先把别的牌翻一下。好，这组真的比较久，又卡住了，跟第一组牌差不多。但是这组比第一组牌好解多了哈。还是现在这一个时段，我的理解能量被消耗的太多了。看一下，哦，一样哎。哦，哦，好啦，这两张牌只说在不久前，他已经走上了这条路了，这个事情已经都解决了，他已经没有在抉择点了。不久前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他已经进入了哈。这边已经说了，以时间序来说已经走了哈，所以现在正在绕路的路径上了啊。所以白担心这里他为什么不选，因为他已经选完了啊。好，好吧，那吧来看一下未来性的，现在的状况。哦，现在好，现在正在一个重生阶段哦，然后有好的火能量正在催促它重生。好，所以它的整个路径上的低谷或是最慢速的那个段落已经没有了，最塞车的部分已经过了哈，所以它现在正在加速前来中。啊，但是还不够快，有更快的能量，但是不够快哈。但是至少有在加速来了。哦，好吧，后市看涨哦。好，这两是完全相反能量哈，加速中，然后后市看涨，所以会越来越快。所以它现在确实能量恢复中哈，你们快接近的时间也正在靠近中了哈。所以即便刚刚说拖慢了，那一个拖慢绕路的时段已经过了，现在在后面加速中，路都通了哈，再慢慢的前来中哈，所以不需要等太久哈。好，那这样子的话，未来的时间上我就不翻了哈，因为时间牌我已经翻出来了，未来新的牌没有说就没有了。好，再来最好奇的一个东西就是这里到底是怎么遇见的？
这边都没有说，我看一下。还没到。怎么？哦，有在这边，这边，这个中段有一区，我不要拉太多，拉这些就好了。我看一下，因为它有一个很奇妙的手感哈，很难形容。哦，怎么那么奇怪？哦，算是新的人，新的人际关系跟工作有关哈，然后他会认识，在他工作上会崇拜的人，或是他本来就崇拜的人哈，然后会因为朋友的介绍去参加聚会，然后认识哈，看来他会进到一个新的朋友圈，或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圈的关系，就离你比较靠近了。看来是朋友之间的他的新的人际关系的拓展。然后跟你这边的人有所接近，有所牵连到之后，你们应该会在某个聚会或什么朋友的邀约的聚会里面会巧遇了哈，这是目前看出来最有可能的路线。哦，这里这么多牌，只有几张有讯息了，哦，只有几张有讯息，好吧，好吧，我大概挖了就这样了，哦，2号牌就这样了哈，看来又是一组跟1号牌一样，突然。人都已经到了，都到附近了，但是遇见之前突然起雾了，突然有很多阻碍，拖慢了你们的相遇。但是相遇之后的相处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处在相遇这件事情变得很困难、很麻烦啦。哦，所以这跟我前面在你们选牌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我说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看果然发现了吧。所以这个直觉的感应，有的时候感觉到还是不要说出来了，免得它就被我显化了。好吧，没关系，那我们一样乐观的期待哈。好，就这样啊，乐观的期待，好吧。那谢谢你们来听后，还蛮长的哈。那祝福你们，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抵达哈。那前2组牌，我觉得被我不小心预测到，然后在开头选牌的时候预测到了，有很多的能量是。新恋人的能量确实是抵达了，可是，在靠近的时候却呈现了重重的阻碍，无法告白跟无法认识哈。那因为前2组牌算的时间，我觉得可能受到了某些讯息的干扰或什么，我不知道啊。当然感觉非常阻碍，所以我中间就先停了。我隔了1天才算第3组牌，希望第3组牌的讯息方向能量给的比较不同哈。那为何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有的时候讯息大概千万种了哈，就算来了100条讯息这样，那可能出现的就50条讯息，还有另外50条讯息没有出现，那他可能会强调阻碍是现在的核心重点哈。但是通常我帮你们看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找路啦，所以我会希望有另外50个讯息是比较乐观的、比较好的路径的讯息来，但前2组牌都几乎没有出现哈，所以。我把这一个题目占卜时间停了大概快24小时，我看看现在第3组牌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趋势哈。那如果没有还是一样的话，那就表示今天这一档的3个占卜都着重在类似的讯息里。那我们只好就再期待下一次哈。来，先不说这些，我们来看，说完这些了啦哈，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唠叨一下哈。来。好，我们一样哈，我把牌阵换一下，哈，看看会不会有些差异哈。好，这张，好，先看这里哈。好，我先把这里都先看，来。先说你们2个的关系哈，从这边的第一个讯息来哈，你们应该都会在你们的现况哈有一个重新整理、重新大改变，就是新旧交换的一个边界的事件后才会相遇哈。所以，如果你现在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大事情，也不能说太大多大，但是就是有一些事情需要决定哈，搬家、换工作。旅游也算哈，旅游也算，
反正有一个决定，你看起来在你的平常生活中不太出现的，那你现在需要决定了这件事情。那它是跟新跟旧的感觉有相关的话，哈，那我们目前需要这一个，才会进到接下来你们两个相遇的路径了，哈。因为我翻了这个牌阵，它必须要定义你们的爱情的一个流程，哦。那它现在是这样。那如果我们以能量来看的话，你们一遇到彼此的时候，会有一些抗力，就是说，你们看起来很像，你们感受上是非常对彼此非常有感觉的，可是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裙带关系，或一些人际关系、其他的关系，或是工作的关系、距离的关系，有一个阻碍，让你们有点犹豫，这份喜欢要不要表达出来，或是已经感觉到两个人互相喜欢了，要不要往下继续走？这样，一旦要决定。就必须要有新旧替换跟正负能量交换，就是也要有所牺牲，要有所获得，这样，这是你们的。那以火能量来说，你们这一次的遇见是激烈的哈，你们的感受是激烈的，是奔放的，是愿意向前的，爱情是能够持续的，这个是个其中的好现象。不要被塔牌所影响，塔牌只是一个现况，一个现实，它可能有的状况，但是我们以能量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能量在金星这个位置出现哈。所以我们再看淡一点，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会非常喜欢彼此，很有感受，很有想要往前进，看看后面的局势跟发展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哈。来，我们来把它看一下。等等啊，好。的确是有困难哈，就是有一些小阻碍啦。我跟你说，我打个比方哈，它不一定是这样，我只是告诉你说，它那一个阻碍跟状况会有这样。第一，它有可能是你的朋友里面的前任，所以这关系有点小复杂。我现在只是打这个小比方哈，就是说这个人他在你认识他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点。让爱情没办法前进，还有可能你遇到他之后发现说，他只是来你这个城市玩的，他就要离开了，也有这个状况哈。感受是进行的很快，火能量进行的很快哈，可是理智上的风能量吹起来了，你们会想要想一些小方法，让你们这关系延续，可是确实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正在阻碍。所以我刚举的那两个比喻，就大概是这样子等级的感受了。我觉得都是可以突破的，都是可以找到方法的哈。尤其宝剑七说，好坏方法你们都能够找到，它是能解决的，只是它不够顺利。唯一顺利的是唯一顺畅的是你们对彼此的喜欢，在第一时间应该都会立刻发觉啦哈。那没关系，我们再看看后面了哈。我觉得照这3张牌，我觉得你们的智慧不错，是能够解决现在这个状况的哈。好，那我看一下这里。可以啦哈，可以啦，都处理的蛮好的，朋友也会帮忙处理啦哈。然后你们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致命的吸引力，要小心哈，因为有难以改变的现状，但有突发奇想的状况。好啦，这一组是个浪漫有趣的啦，哦，它不平淡哈。这组你们在遇到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很炙热的爱情要出现了，会有一点点抛下包袱，只想在一起的感觉。可是那个困难，如果没有这么多火能量，没有这些水能量，仔细思考，在别人眼光里会觉得不可行，不可行，不要冒险。可是你们遇到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哈，很难火能量爆发，火能量爆发，然后那个冲劲，那个想要得到这份爱情的冲劲有出来，可是风土能量也在抗拒，刻意的削弱这份冲劲。可是，在我的感受里、观察里，
火水能量还是比较强烈，所以无论你们有多困难，或是也没那么困难了，其实没那么困难，只是它没有那么顺，它有一点小困难。但初期你们那一个炙热的，一开始遇到的那个感觉，还是会有一阵子。我不认为你们是因为冷掉恢复到理智的时候才发现困难，然后可能无法下去。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比较像是说你们每一步都在解决现状，可能有距离的问题，可能有人际关系的问题，甚至也有可能是时间的问题。哦，它有很多世俗，不能说很多，至少一两样世俗的人认为这一对不能在一起的原因。第一，可能距离嘛，哈，宗教也有可能，哈，语言我没有看到语言，没有语言这个问题。你们在很多沟通上就是很顺利的，一开始就那个好。那短暂吗？我觉得不短暂，它有不错的延续性，因为火、水能量都跑出来。那它是混沌的吗？我不觉得不混沌，在你们眼里看起来是清晰的，只是有一些常理的枷锁正在困住，就像我刚刚讲那些，你可以去想象。如果要以对抗的等级来说，你们对抗的力道更强，所以会突破，但就有点疯狂哦，有点疯狂。但在你们的世界也看起来是合理的。好，我不知道，我看到这组牌哈，是一种兴奋、雀跃、喜欢的，没有不会让我皱眉头，不会让我觉得需要小心，反而我感受到一股乐观进取、开朗前进的感觉。哦，所以我保守的说，也许这段，也许啦，持续性没有你们以为的长，可是从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欢乐、舒适的感觉。这样，那我会说持续性也许没有这么长，主要是因为那个韧性哈，对于有很多的困难的韧性，能坚持多久，能乐观多久，这就要看看你们的水火能量后面或其他没有翻出来的位置的时候，强度强不强哦？因为似乎有无法改变的，在这份关系要持续下去有无法改变的讯息。譬如，我打个比方，譬如距离的问题。如果你们是住在两个不同的国家的话，这个距离的问题它会持续烦恼一阵子，因为有些改变不会立即的哦。但这一组有一股疯狂，它有可能会创造出立即的改变。譬如疯狂到没关系啊，我们要在一起啊，那我就辞掉这个工作，来到你们这个国家来工作，来这边找工作。这个想法不难出现，可是执行就会有困难，懂我意思吗？那想法会出现，觉得不困难，就是因为水火，尤其火能量的出现。那执行困难，就是因为风能量的出现和土能量的出现，它会让你正视困难就在眼前，会这样子。那如果没有风，如果没有火能量啦，好，没有强烈的火能量，一二三，没有这个火能量，你们一遇到虽然喜欢，会立刻放弃，你懂我意思吗？没给自己机会，没有给自己往前冲的能量，但还好这边都有。那再加上，土能量虽然帮你们衡量了，但是土能量也告诉你们更理智的方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逃避或是保守的就放弃。不会，这里教宗牌、教皇牌给的能量，更多的是你旁边的人的鼓舞，或是灵魂的支持，或是智慧的开窍。所以，并不是旁边的人都不看好，旁边的人也觉得可以，那我们帮忙，可以，我给你指引，可以，我告诉你其他人的经验方法，这样。所以我才一直觉得这一组能量一直是一种乐观往前，是舒适的哈。那对于未来的猜想，虽然是处在月亮牌，蛮符合这状况的，因为那个未知确实会带来一些恐惧，但也带来了一些冒险的好奇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哈。来。这里没什么困难点，我们来把一些其他牌翻出来哦。你看，命运之轮也来了，所以
你们核心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感觉，哈，以命运之人来说，也许他就有烽火能量嘛，所以他把这个火能量又往上吹了。但我们排除能量的话，我们就命运之人来说的话，你们的核心相信这是一个极为浪漫跟幸运的遇见，很珍惜，不想快速的浪费。虽然眼前感觉困难重重，但你们甚至就会有个5年计划在心里就浮现了，很奇妙。你们的契合度，而且再加上如果你们遇到说你们星座里面，上升太阳、金星或是木星这类的，对于往前的一些能量跟想法是处在火象星座的，尤其牡羊、射手这类型，极度乐观、有行动力的哈。那再会加注这一个行动，好，那狮子也可以。但是必须配到牡羊或射手这样，它会被推进哈。其他星座也可以啦，但是如果多一点水能量的话，水象星座的话，会愿意支持往前。但是比起火能量的，还是会比较务实一点哈。那没有关系，因为命运之轮出现了哈，我觉得这一份幸运的感受会包覆在你们2个人的感觉里，然后。记得，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有可能有3年、5年的这种概念了。以单位，至少会有，而不至少要撑到3年、5年。没有，你们感觉就是至少会有3年、5年。所以你们的所有的对于要维持这个爱情的计划，会以一种3年或5年，我觉得是5年的感觉来说。那我这工作换掉了，然后来这边工作，我来这边念书，我来这边学语言，然后再慢慢，那我就可以在这边定居，然后什么的，会有这样子一种很逻辑性的疯狂。所以我才说这组会有一种火能量所创造出来的极端浪漫。虽然用极端感觉好像很偏激，好，但是得来不易啦，得来不易。这一组不是一个很容易在平常的生活里面遇到又这么有感觉的，而且还奔放的哈。年纪没有差异，这一组的遇到的那一个心理的强烈性非常强。好，来我再看其他的哈。这里翻这里，然后往后面翻。其实我故意把牌阵打乱哈，就是不要让你察觉我到底是用什么牌阵。好，我先讲一些缺点哈。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整个关系的天花板就摸到了，好，所以会持续好一阵子，必须要有更大的改变，日月物换星移。好，场景的改变、位置的改变，下一个新的计划的出现之后，才会再进入下一个等级，才会再进入下一个寻找天花板的路径。所以也就是说，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关系就已经非常好了，已经处在一种完美、热情、甜蜜、浪漫、得来不易的状况。前面就已经说了哈。那持续下去，你们会有一个新的境界。这边说，所以从这边看得出来，在宇宙的角度、更深远的角度、神秘的角度来窥视。你们的预见是非常乐观的，他都还看到了你们的下一个世界、下一个路径哈，只是进展是偏慢了。在他的看来，他觉得偏慢，那以现实生活来说就更慢哈。所以那个3年5年的计划的感觉，我觉得很正常，好，但对你们来讲是急速的，对其他人来讲很长，好，这里就跟我前面讲的，我觉得你们的智慧能应付，果然这边说可以哦，因为这组的预见哈，我看到这一个流动这个故事线，我就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应付得来的，而且他在这一个事件爆发的时候，他会激起你们的本能，你以为你做不到的，你看到一样的故事在别人身上发生的时候，你会劝退，可是，在你们身上就激起一个新的能量，这边也是都有啊。然后，原本那一种不信任或是觉得会逃离的短暂的，觉得这只是初期的疯狂，爱情的初期的疯狂的这种概念，却落在了高度的理智上。
被你们诠释跟被你们看待成一个很稀罕的遇见，很难得跟很幸运的遇见。你们用了高度的理智去理解这份浪漫，所以转换成一种是没错，这是一个疯狂的事，但我们知道怎么珍惜，我们是理智的想要追求。这一组会有这一种状况，但是在外人看起来，你们是疯狂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是某个单方面的能量太强，把另外一个人拉起来。可是你们不是，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某种颠覆性的思维来去处理这一份在你们眼里稀罕的遇见了。好，所以我说这个等级已经超越了一见钟情的等级。他在一见钟情，他在看到彼此的当下，内心的连结已经超越了你们一开始讲话就有非常有感，一开始对话就很深入，一开始对话就有一种觉得遇到了灵魂伴侣跟 twins 的感觉，它的复合性很强。好，因为翻翻翻的那个连续的活能量，不得不让我想到其他某些我已经看过的故事线的一个状况。那个故事线呢，它有发展的完成，发展的很好，也进入了这里牌进入了新的境界。所以我相信，这也许是种疯狂，但是是个可行的讯息。好，所以3号牌，你可能要期待，或是你可能要准备遇到一个唤醒你爱情最强的能量的一个人。好，你也可能要等待这个状况出现，因为这里一个老话来说，就是风吹起来了，而且它风是吹向火能量，所以这一个火能量可能会一直燃烧下去。好，它没有要准备燃烧起来就快速结束，它的燃能火能量内在能量蛮强的。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好，这是非常好的开端，而且以近期看到的牌来说，这个算是最疯狂的一组。但它的那个正能量很强。好，来，我们来看后面。好，来我们来看这组哈。小看一下这里。好，我觉得我用这组牌来翻，因为这组牌突然觉得叫我用它翻哈。这个讯息似乎在今天这题来说太淡了哈。好，我用这组翻。不对，差一点。哎，等我一下啊，因为它还有上一组牌的余韵还没有出。好，让我思考一下。好，等等哈，好，来，我们来先从第一张。好，这个我等下再翻。我们先把这里看完。
呃，你们这边说，你们现在应该是还没有认识到，那个状况还没有出现，但是呃，你们工作的领域很接近好，然后人际关系也很接近哦，然后这边有看到2次，至少2次，你们有认识的机会都没有认识到，都是很接近的位置哈。你们现在的生活圈跟交的朋友往的方向都很接近哈。那你们现在对集体意识整个空间里面所感受到的方向跟喜欢去的地方资讯收集，也就是说，我讲个很简单啦，你看 YouTube，然后你们点击的东西类型很接近，所以你们现在所知道的讯息差不多，所以你们基本上会在很多某种的连续的巧合里面往差不多的方向走去。好，那哇，这一组比起前2组牌遇见的路径非常多，而且没什么阻碍，就都只是哇哦，你们是靠自己认识彼此的哦，你们是靠自己遇见，然后去跟彼此对话的哦。所以现在我觉得虽然很近，也有在差不多同一个场合出现过，但是还没有近到这么靠近到眼神有交换交流。这边我其实一直觉得，对方如果一看到你，他会主动来跟你讲话，他会自己就跑来认识你，跟有没有认识你的朋友跟那些没有任何关系。他在你身上会有某种感受到未来性的向往的感觉出现的时候，会驱使他一定要来跟你讲话。我跟你说，这个不一定只有他，你那边也会有啦。然后会有东西，水土，是准备在发芽中的，因为水土能量现在融合在一起了嘛，哈。虽然那个土能量没有办法推进，可是水能量的带动，把某个倒吊人牌的水星能量啊，不，海王星能量的那一种被极端被动的能量带领到附近，所以当他一靠近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非常强的驱使力，觉得无所顾忌的先跟你聊天再说，一定要认识你，没有那一种一定要认识，但就觉得很自然的走到你身边去跟你讲话的感觉就出现了。好，那个理智在那个瞬间里面是极弱的，只有一种某种本能上的驱动要去跟你讲话。好，那直通认识的这一条路上毫无阻碍，反而有很强的 turbo 在推进3重的，好3、4重等级的推进。那我必须说，基本上你会先被他注意到，你其实不太注意到他，然后你近期都一直在困扰着某种有关于自卑跟悲观的感受里。你要苏醒一下哈，要再更乐观积极一点。3号牌有很多人现在好像处在这种状况里哈，要醒一下，因为你们的注意力都在水平线以下，太低了，要再高一点，往上一点的地方看了哈，不然眼神的力量传不出去。但还好这一个认识，他的主动性比较强。但是以现在来说，就现在看牌的时机点来说，还没有出发，这个能量还没有出发，现在还在养精蓄锐中哦，还没有出发。意思是什么？接下来就要出发。记得我们刚第一组牌说有一个状况是什么？你们的遇见之前会有一个新旧能量的替换，所以你或他现在正可能在准备一个把旧的事情摆脱，要进入新的境界的这样子哈。那这边说现在来说，好像还在那个时空里，还没有前进中，但是前进的路径一直在冲刺哈。上下都上中下都很快，中间是最快的，就是说靠他自己遇见你，或是靠你自己遇见他的这一条路径是最快的。好，那还有其他的路径，就是
朋友的关系、朋友的带领、工作上的间接的遇见也会遇到。再来，下面就是出去玩，然后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的遇见，反正我觉得这两条路差不多了，差不多都差不多，就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异，就差朋友出现的多寡而已啦。总之，你们只要在最接近的时刻看到彼此了，他看到你了，尤其要眼神交，反正他看到你，他就会过来了哈。所以照这两个路径来说，无论在工作上、工作以外的私人领域上，你们都已经非常靠近了。我只能说这边有一些暗示说，你们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了。好，他们果然，你看，工作上的话，你们工作好像很雷同哎，工作环境、工作的性质差不多哎哈，因为这边已经出现好几个讯息说，其实在工作上就会遇到了耶，工作的环境啊或什么哈，只是因为能量偏阴性了哈，所以它就不会有一个变局，没有一个往前驱动力，但它只是象征说，你们在某些不变的、不动的、没有任何驱使性的空间里，其实有共同待过。但他也只是告诉你说有，但是在那一个环境里没有要认识彼此的能量了哈。他只是做一个讯息，在表达你们没有离得非常远哈。但是在唯一一个象征阻碍的牌阵的位置上面说，新的冒险将成为一个阻碍，所以他回到了我们第一组牌。当你们发现彼此是有感觉的，那就是表示挑战要来了。好，这边其实也说了一次。好，等等哈。灵魂上来说，这一次的遇见哈，是让你们的灵魂有一个更深层的灵魂价值的升级，所以你们两个要彼此体验。体验这一次的相遇，来强化灵魂的等级。然后这一个进阶会有点惊喜，会有点意外，彼此能够为了爱情，或是为了爱情的价值，能够做到那个程度哈。那内心里这边讲到一个小小的内心的一个黑暗面，其实你们两个虽然很契合，虽然火能量会爆发起来或什么的，可是内心里有一个小小的位置，还是觉得彼此很远，还是会觉得彼此很远哦。这个要小心，它可能会变成是最后击碎你们的一个小东西哈，要慢慢的在心灵上要拉紧哈。哦，好，其实在这边都在讲哈，即便很顺利，前一组能量、高班能量有一见钟情或超越一见钟情，有一些很奔放的东西，可是内心3个点都说，那一个不适应，那个麻烦跟那个困难，其实还是常常困扰着你们内心去犹豫，说要不要持续下去，要不要挑战，要不要冲刺下去，都有哦。然后会有一种很务实的想法，会常常困扰着你们，想要把自己拉回去更简单的生活。因为这一组的配对，其实如果真的要走下去，其实有非常多的挑战要面对哦。好，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是没有问题，我觉得挑战都是土能量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所以就像我第一组常们讲的，可能有距离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很多很多跟现实状况有问题的，他一直在挑战你们是否愿意再继续走下去。那你们会愿意走下去，主要是因为你们的感情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你们两个是自成一个队伍的，是团结的。可是你们可以选择更简单的人，跟更简单的关系，更朴实平凡的生活。
但你们会去衡量为何要一直坚持跟这个人在一起，所以他那个爱的力量就必须要非常庞大、非常强大。好，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全新的、刻骨铭心的爱情体验，看看你们能体验多久。好，看一下这里去。好，我觉得还不错。大致上我给这一组的分数蛮高的哈，就是爱情的品质分数，我觉得很好。好吧，再来看一下。果然他说这段旅程有点类似天使坠落成恶魔的这一种浪漫的旅程了哈。你知道天使坠落到像撒旦之前从天使坠落到变恶魔的时候，他经过了9个昏黄、9个阶层，所以这个经历是非常丰富的。他不是直接坠落，他经历了九个昏黄一层一层慢慢的蜕变，每一层都是刻骨铭心，每一层都是慢慢的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并不是说天使变恶魔就是一个坠落降低的境界，没有，它是一个转换谁高谁低未知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这边说了那这里也说这一份旅程，这一份流程，你们的挑战都是一张一张命运的章节，所以这两个其实一样的我会讲到说坠落到9个昏黄，表示它是的章节是非常细致的，有很多层次。这边也说你会经历一个深刻感受到爱情是怎么回事的一段一段一段的阶层的一个体验。也许这一段经历完，它不一定经历结束。记得上一组牌说你会进到一个新的世界新的领域。那前面的这个体验应该会让你们成长的非常好，尤其在爱情的价值观、爱情观里面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真爱在灵魂上会有一种全新的体验，是正向的。我觉得它这里是正向的，因为整组牌目前翻出来都是一种极端乐观的状态。他整个情绪没有把我带领到往下，这样就往下坠。然后我会要一直去在牌面上找到很多方法，让我们一起攀爬上去。这组没有他一直在往上冲，反而让我有点担心说，这样子毫无顾忌的往上冲，到底是好的吗？会不会有点太不扎实不实际、不踏实？但是目前看起来都还好，那个正舒适的感觉都还是有。这边说你们要的东西还会越要越多尤其在感受上，所有的价值的感受上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其实你们会越要越多，越追求越来越多。难怪那个能量是一直往上走的好，我觉得大致上没问题啦这组可以期待一下了。我觉得时间上也算接近了因为你们两个所在的时空的泡泡也越来越缩小是这里秋季开始，应该就会到一个决定期，不是代表说到秋季开始你们才会遇见，有可能在之前就遇见，但是秋季到冬季这段时间会有一个决定要怎么往下走，还有这个能量要怎么演化下去的下一步，会有一些关键时刻。那在关键时刻，不是只是说你们的遇见而是说你们两个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只能提示到这个程度那这里之后就有一个再往向上升华可是这个关卡或是这个时间点还蛮影响未来的发展的好遇见呢我想你们一定还是很在乎何时遇见我翻看看好吧我翻看看我翻一点点而已，有没有翻很多？好，工作上可能会遇见，就这样。我得到第二讯息，工作上可能会遇见，工作上可能会先遇见。
好吧？现在哦，好，渐入佳境哈。你们两个能量的接近或什么靠近渐入佳境，所以看起来是快要遇到了。哎，刚是4。哦，呃，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的关系很快就进入某个天花板，会再拘泥在那个里面哈，所以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应该就状况都还不错了哈。那我觉得你们已经被锁在某一个迷宫里了，就差遇见而已哦。现在还有很多的原因还没有遇见，可能还没找到路，可是也不能算对齐，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状况，能量上的流动，我觉得比较像是把你们锁在一个迷宫里面了。哦，那中间要遇到，也越来越感受到这个迷宫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有另外一个人在走。哦，只是没有方向感，现在是没有方向感的啦。哦，这没有方向感，可是移动到彼此眼前的速度是快的，从这边看起来。所以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哈。来，那这边的能量只是提示说，工作遇见的几率会比较高。好，好，那3号牌就这样。我觉得因为讯息好的讯息很多，我觉得大概就给到这个程度就好了哈。那我们一样乐观期待吧哈。你先把它留在心底哈。这个人你可以敏感的感觉到，可是我觉得他会比你早发现你的存在哈。你会慢一点，你会慢一点，因为我看到的被注视的能量比较多。好，被注视的能量比较强。好，那就这样。那3号牌了，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